老美家出了个强盗，要岛不给钱，要钱还得看他脸色。白嫖格陵兰岛还骂北约不孝，好话都让川普说了呗。这位七旬老人就是要平等创飞所有人，包括他的盟友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一边想免费拿下整个格陵兰岛当自家后院，一边又举着大喇叭催欧洲兄弟们保护费都给我涨到 GDP 的 5%， 少一分都不行，还吐槽这帮盟友用得着我的时候喊爸爸，我要占点便宜就骂我坏人，这下可好。北约直接炸了锅，西班牙第一个跳出来 5% 门都没有，最多 2.1%， 爱要不要。德国哭穷，军费翻倍，钱从哪来？最惨的是芬兰，自己还欠着一屁股债，被欧盟追着还呢，哪来的闲钱搞军备竞赛？川普弄这一出，谁会先扛不住？这出大戏里，到底谁在白嫖，谁在当冤大头？川普的算盘打的那叫一个响。格陵兰岛这块地，川普可是惦记好久了。上次当总统时就想直接买，被丹麦一口回绝，气得他直接取消了访问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不买了，改要了。他想要的是啥？是永久、无限制、全方位的准入权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我要在这岛上想建啥就建啥，想放啥就放啥。地底下的稀土锂矿我也得有优先开采权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不给钱。他还特有理说，美国的付出就是在岛上装一套反导系统，美其名曰保护大家安全。丹麦和格陵兰当地政府一听，脸都绿了。我们的主权是红线，你说进就进。丹麦首相硬气回怼，北约秘书长说了不算，这是我们家的地盘。可川普才不管这套，他单方面就当这事谈成了，简直明抢啊！如果说要岛是拓展家业，那涨军费就是收取家用了。川普一回来就把北约原本 2% 的军费标准直接提到了惊人的 5%， 还放出狠话不交钱，以后出事可别来找我。北约秘书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想了个折中方案，把 5% 拆成 3.5% 的硬军费，买枪买炮加 1.5% 的软军费，网络、基建甚至军策维修都能算，还给了个拖延到2035年的分期付款计划。可欧洲兄弟们根本不买账，西班牙首相直接拍桌子 5% 不可能， 2.1% 是我们的极限。基普反手就是威胁，不听话信不信我给你关税加倍。最讽刺的来了，川普满世界骂盟友不孝，白嫖美国保护，可他自己呢？有研究机构算了笔账，美国2026年军费大概占 GDP 的 3.5% 左右，要达到他自己喊的 5% 标准，得多掏出上千亿美元。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，却拿着大棒逼别人做。合着这孝不孝顺的标准，全看你愿不愿意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买单。你可能会问，一个天寒地冻住着几万人的大冰岛有啥好抢的？兄弟，这你就看不透了。第一，它是做地下宝库，全球都在搞新能源造芯片，什么最缺？稀土、锂、石墨这些关键矿产，而格陵兰的无冰区下面就埋着31种欧盟认定的关键矿产，储量惊人。有机构估计，潜在价值轻松超过1000亿美元。川普要是拿到了优先开采权，就等于捏住了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命脉之一，不仅能降低本国成本，关键时刻还能卡别人脖子。随着气候变暖，冰层融化，开采越来越容易，这简直就是坐等升值的优质资产。第二，格陵兰紧挨着北极，北极航道一旦完全开通，从欧洲到亚洲能比走传统航线节省近一半时间，一艘大货轮一趟就能省下几百万的燃油费。这条航线被称为未来的苏伊士运河，谁控制了格陵兰，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这条航道的安全与规则。川普想要永久准入权，就是想在这里建港口驻军，对未来全球贸易的水龙头，他想拧就拧。第三，白嫖能省下天文数字。如果正常商业开发，美国得先投几百甚至上千亿美元搞基建开矿。现在川普想用一套反导系统，主要还是保护自己的，就换来所有这些权益，这简直是空手套白狼。而且让欧洲兄弟们掏 5% 的军费，这可不是多交点钱那么简单，这简直是要让他们在经济上大出血。我们来算笔实在账。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，2025年军费大约占 GDP 的 2%， 要涨到 5%， 意味着军费开支要翻1倍还多，每年凭空多出上千亿欧元的支出。这笔钱从哪儿来？削减已经很紧张的福利、教育、医疗预算，还是给企业和老百姓加税？无论选哪条，社会都得地震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经济本来就复苏乏力，国债高企，失业率也不低，让他们把军费提到 5%， 首相们的第一反应绝对是：你看我像是有钱的样子吗？
东欧国家如波兰、波罗的海三国，他们因为历史原因对俄罗斯的恐惧最深，最依赖美国保护。虽然嘴上可能支持提高军费，但真要从自己本就薄弱的家底里掏出这么多钱，也是疼得龇牙咧嘴，很可能要大幅压缩其他民生支出。而北约秘书长把修军用厕所都算进军费，看似是给盟友行方便，实则是换汤不换药。更重要的是，欧洲国家多出来的军费，大部分最后还是流向美国的军火商买 F-35 战机、爱国者导弹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，欧洲多交钱向美国买武器，美国军工业赚翻，欧洲更依赖美国装备，下次美国要求继续涨军费，这不就是高级版的保护费吗？所以 5% 对欧洲来说不只是一个数字，它意味着民生与安全之间残酷的二选一，意味着本国经济复苏，资金被大量挤占。在通胀还没完全消退，经济普遍疲软的今天，这剂猛药很可能直接让欧洲经济倒下。这么一通折腾下来，北约内部已经不是兄弟阋墙，简直是快成散伙的前兆了。西欧老钱 vs 东欧心慌，德国、法国这些西欧大国家底厚，离俄罗斯相对远，更想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欧盟整合。他们对无节制涨军费和美国单边行动如强占格陵兰最为反感，所以会联合抵制，甚至自己抱团加强欧洲自主防务。而波兰等东欧国家安全感是第一需求，哪怕勒紧裤腰带也得先抱紧美国大腿，但心里对西欧老大哥的自私也憋着不满。但真正的危机是信任破产，川普的美国优先和赤裸裸的交易主义让欧洲盟友彻底寒心。他们意识到这个大哥保护你是有前提的，你得永远当那个付费用户加听话小弟。一旦涉及美国自己的利益，他随时可能把盟友的主权踩在脚下。这种信任一旦破裂，再想修补就难了。川普的算盘是精致的历史主义，让盟友承担更多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本，同时零成本获取关键战略资产格陵兰。这短期内看似为美国省了钱，挣了利益，但对欧洲而言，这是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和主权受辱的政治危机。他们不会坐以待毙，经济上的抵触和政治上的反制已经开始。这场大戏的结局很可能没有赢家。美国会失去盟友的真心跟随，北约将变得空心化、工具化，欧洲则要在挨宰和自立的艰难道路上痛苦挣扎，并可能因此错失经济发展的宝贵时机。说到底，把国际同盟纯粹变成收保护费的生意，把盟友当冤大头来宰，这种霸道总裁的剧本，在大家都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今天，怕是越来越难演下去了。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谁也不想永远当那个买单的傻子。